听说在日本有一种鱼叫做幻之鱼，但怎么又换了？好像是因为见过它的人很少，吃过它的人更少，所以我又去查了一下，日本这么大的海域，能捕到它的地方却只有那几个。离我最近的那个点都在伊豆，一个三面环海的半岛的最南部。哇，去的路上感觉瞬间快到夏天了，又到了吃海鲜的季节。我们开了6个小时才到。如果不好吃，我就去跳海。这个店是一个海边的小别墅，如果要吃这种幻之鱼的话，还要提前几天预定，因为店长才会出海捕鱼，所以自然价格也很感人。是不是食材越高级，菜单越简单呀？哇，就是这一锅了。可惜我们只能点这么多了，因为它是限量的。在开始料理之前，还跟我们讲这个鱼的来龙去脉和料理它的方法。这个鱼肉看起来很奇怪，感觉一点都不像是鱼的肉。煮好了之后，鱼骨里面还有很多的油。老板说这种鱼油特别的珍贵，蘸一点酱料我们就来吧。这个肉吃起来特别的紧实，它肌肉和脂肪的比例很特别，和别的海鱼完全不一样，嚼起来的感觉像是在嚼鸡肉，但是海鱼那种独特的鲜美又很强烈，哇，只能说很值得一试这个味道。吃了这个之后，我们又追加了一份海鲜冬，这里面的刺身都是刚才从海里钓起来的。好的，我觉得我不用去跳海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鳗鱼这种东西还是且吃且珍惜吧，毕竟正宗的日本鳗鱼店是越来越少了，能在东京发掘到这样的老店，还是算我幸运。又到了吃鳗鱼的日子，我现在好饿，我感觉我要死了。今天这个也是一家老店，在浅草。在日本像这种比较正宗一点的鳗鱼店一般都有很久的历史，看店里的装修和服务员的年龄你就知道了。然后这个菜单全是用毛笔写的画的，虽然很好看，但是读起来太吃力了。ひつまぶしのこれ梅だれになるけどいい。啊，いいです。はい。今天的第一个前菜是烤鳗鱼干，大部分的鳗鱼店都会有这个菜，因为鳗鱼干有一种独特的苦涩的香味，苦香的还挺特别。然后这一碗是葱拌鳗鱼内脏，就不只是干了，感觉甚至有点像我们的卤味儿，只不过这是甜口的。然后今天的主菜来了，白烤鳗鱼茶泡饭，它这个还不是蒲烧鳗鱼，它家是在白味烤了之后，再在上面涂了一点梅子酱，这个做法非常日本，就是那种清新甘甜的味道。然后之前有人问我日本鳗里有没有刺儿，虽然说它没什么大刺儿，但它还是有一些很容易塞牙缝的小刺儿，所以吃完鳗鱼之后刷牙非常的重要。作为刚才的鳗鱼饭，日本这种鳗鱼饭都有3种吃法，第一种就是直接吃，第二种就是茶泡饭，我最喜欢的一种。这个茶是有点接近抹茶的感觉，茶香味特别浓，然后米饭刚好能够冲淡茶的味道，然后再加上鳗鱼的炭火香味，这个味道特别的高级。鳗鱼还是要白烤才好吃。然后这份是传统的鳗鱼冬，最小份都是一匹，就是一根完整的鳗鱼，然后切成这个样子。不知道它那个最大份的是有几条鳗鱼，但因为这个是照烧酱，虽然它闻起来很香，吃第一口也很爽，但吃到后面还是会腻，所以我们就追加了一份金枪鱼寿喜锅。金枪鱼就是那种不管你怎么做都很好吃的鱼，我们点了一整盘，都够吃2锅了。它煮好之后的那个肉质仍然很嫩，咬下去还是有劲道的。哦，好嫩啊！再来一个香菇，已经吸满了汤汁，鱼肉的味道已经浸到里面了。果然嫩的鱼肉吃起来都像鸡肉一样，再加上这个咸到刚好的汤汁，再就这一碗芥末茶泡饭，你就会领略到日料的快乐。最后不要忘了用一个豆腐收尾，感觉自己还很健康。这种鱼汤豆腐是最好吃的。这家店吃完之后嘴巴里可能会有点腥味儿，回家可以再用一下欧乐 B 救急小白瓶漱口水，这个对上火长泡很友好，温和不刺激，味道还很清新。好啦，今天这顿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大满足，卡玩意儿。嘿嘿，今天这顿一餐可不简单，今天是被邀请来了一场名媛聚会，虽然我也不知道去了干什么，但是主办方说有很多好吃的，我就想起了我妈告诉我那句话，免费的饭就是最香的饭，所以我这边就来了嘛。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干干，我的师傅也来了 Rich People， 今天感觉来了很多熟人，不过我越看越奇怪，今天全场好像只有我一个男的嘛，不过无所谓了，这是一个富婆美容仪的体验会，现在感觉更像是一个大型博主见面会，反正我是过来吃东西的，不过难得的机会还是体验一下富婆的玩具是什么样子。这就是今天的主角，高阳市2代美容仪，真正的富婆美容仪，真的很富贵。会场的甜点我也都帮你们吃过了，不愧是富婆的生活。也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富婆可以看穿我的逞强。其实在日本这样的新品发布会还是有很多的，结束之后还有一顿丰富的晚餐，这是一家意餐。其实意餐大家应该都懂，虽然好吃还是好吃，但就是你吃到最后你都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。前菜大多是鱼和蔬菜，第一道主菜是奶油焗饭，奶香的米饭配上酥脆的鱼排，这个非常高级。第二道主菜就是牛排了，5分熟真的巨好吃，里面的汁水非常多，咬下去外面是焦焦的口感，然后汁水一下子爆发在你的口腔里，再配上一些酱汁和芝士土豆泥，我又好了。最后的甜品是奶油布丁，可能这个摆盘就要值100块吧，甜而不腻。你看这个像不像你摇晃的肚皮？今天也是快乐的一天，我爱富婆，卡玩意儿。哇，在日本吃饭一定要小心这种店。今天在和阿姨逛街的时候，就突然非常想吃关东煮，然后就在路边看到那家装修还不错的店，我就想那就吃吧，反正一个关东煮店应该也吃不了多少钱。于是我就开始疯狂的加菜，平时吃什么我就点什么，然后我也没看后面的标价牌，只是觉得这家服务还不错，味道也还可以，比普通关东煮的味道更重一点，感觉好像除了店员长得比较凶以外就没什么缺点。然后我就不停的吃到后面进来的客人也都是一些白领，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有点奇怪了，直到最后我给钱的时候我才发现不对，我和阿姨就点了2盘关东煮，结果一看吃了500多块，本来我觉得它还挺好吃的，一给完钱我反而觉得它不好吃，你们说我是不是贱？阿基推荐指数6分，太贵了。都说成都是一个非常不相信米其林的城市，那我作为一个成都人告诉你，确实哈。我们一般成都人给外地推荐餐厅，都是一些自己觉得比较好吃的苍蝇馆子，在成都吃这些红油锅底的美食，还是要找藏在老社区的那种店，好吃惨了。那一起来试试看吧，就是看它这些颗粒碗里面加了配菜。
还可以加鸡肾，很便宜，什么都想往里加。就是虽然，但是就在他那个打原汤碟的时候，还是这个说一句，然后我成了整个桌里唯一一个用油碟的人。非常逊，他家这个肥肠真的很软糯，因为它里面留了很多那个脂肪，这个应该是先卤过的。你又觉得它处理得很干净，但是它又有原有的那个味道，你们懂吧？那个猪肚超有嚼劲儿，咬起来感觉像是猪肚上面抹了一层面皮，面面的口感。再端着一盘成都蛋炒饭往嘴巴里面刨，真的好安逸。蛋炒饭是那种焦香焦香的，只要米饭粒粒分明就可以。我第一次在火锅里面吃到鸡肾，它给我带来的冲击就是不亚于提灯，就是爆浆的胆固醇。我感觉这个菜只存在于川渝的火锅，但它爆浆的那个感觉真的很上头。他家的鸡肉也是很紧实的那种，主要是入味儿，就是锅底的红油香料能够从肉里面挤出来，虽然有点辣，但它是牛油锅底的醇香。四川的菌干一般会改成花刀，这样煮出来不仅嚼起来很有层次感，而且很入味儿，就是又脆又韧，每个缝隙里都能尝到花椒味。这次是我和朋友久违的一起吃饭，小酌一下真的很快乐。吃这种红油的辣锅就要配冰的梅见，它真的是我和朋友的见面酒，加了冰块后的梅子酒会比纯饮口感更好，因为冰块在融化的过程中会逐渐释放青梅酒的香气。梅见的酒精度只有12，只会让人上头却不会过头，而且还可以加入苏打水、茶和柠檬水，就能喝到不同的口感和风味。好了，还是要再来个菌花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改刀的原因，这个菌花真的是全场最辣。吃了半天，终于吃到了今天的重点，小兔子。兔子真的全身上下的肉都很细嫩，一点柴的部位都没有，而且软嫩的同时又没有失去弹性。然后这个肥肠煮到后面会更好吃，因为牛油已经香到那个肥肠的褶皱里面了，就是肥肠的油和红油一起慢慢散开的感觉，就要用蛋炒饭来升华它。我感觉比较能吃辣的人根本不用蘸油碟，直接吃锅里捞出来的就已经很香了。你还可以来盘干碟。据说吃碳水的时候，大脑会分泌很多多巴胺，果然碳水是连接大脑的。虽然很久没回家了，但成都的火锅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吸引力。除了想念那种麻辣鲜香的味道，其实更想念的是聚会欢乐的氛围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4个壮汉吃了这么多，还可以。嘎面，我一直很好奇，成都的米其林到底是怎么开下去的？虽然它作为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餐厅指南，被很多人认为是一项很重要的荣誉啊。除了成都人啊，我们虽然有自己的川麒麟，但是米其林也没有那么糟糕。但是米其林川菜是个什么鬼？这个头衔听上去非常的不妙，但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们直接来吃吧，激情开麦。不好吃就当看个乐呵喽。街上小姐妹一起，他包间都约满了。真的吗？我们看下它有好好吃吗？久违的回了一次成都，排面还是得有的。去米其林餐厅吃饭，可不得开个好点的车。非常愉快的开到了店里。我们走的好像不是正门，那个师傅还在刷我抖音。把特色菜全部点了一遍。第一个菜是鸡汤豆花，上菜的顺序真的非常广东，先喝汤再吃菜。汤底虽然很清，但是鸡肉味还是很浓。它里面这个豆花是用鸡肉打成泥，然后再做成了豆花，细腻中带着一点扎实。我真的觉得日本应该好好学一下这个菜。日本人不吃豆花非常奇怪。宫爆鸡丁吃多了，宫爆法是鹅肝，这个菜已经开始被骂了，但是还是尝一下好不好吃吧。这个菜其实很难说是改良还是改差。鹅肝的皮炸得很脆，里面其实还是很绵软，但还是有一种不是一家人非要硬凑的感觉。对不起，还是鸡丁好吃。这个菜我今天很期待，来成都就是一定要吃青花椒。成都的青花椒那可是我们的自豪，一点不夸张。扑面而来的冲鼻的青花椒味，它打通了我的嗅觉。里面煮的是薄切的牛舌尖肉，嚼起来脆脆的，特别像干锅蹭小菌干，你吃2片就会觉得舌头跟嘴皮都很发麻。我会以为米其林的菜是针对所有人的，但没想到师傅来真的。然后是一大盆川式佛跳墙，里边的料巨足，丸子、海参、鸡、鲍鱼、排骨、五花肉、猪蹄、鹌鹑蛋，真的很夸张。川式佛跳墙，它那个料质的调味其实很像蒜苗回锅，就是吃得出来放了很多八角。它吃起来是满嘴的胶质感，那个汁粘在你的嘴唇上，张口闭口会有很粘稠的感觉。再来一口炖的稀烂的把子肉。它的皮真是超级的烂，然后是粉蒸肉。我感觉我从小到大，不管什么场合什么席，只要上桌就会有这个菜，因为它是放在橘皮里，它那个肉都染上了一层果香。但是这个橘皮吧，它主要是在造型上起到一个作用。然后是川式青花椒和牛，因为它油脂很多，对它真的很适合爆炒。这个菜调味真的很好，就是有锅气爆炒过后那种椒麻的感觉。这个是他家特别特色的特色菜，总的来说就是红烧肉。成都竟然有专门的红烧肉排名。这个调味是偏果甜的那种甜味。这个做法应该是先炸了一次，去掉多余的脂肪，然后再焖煮，直到它变得软烂。据他说的是东坡肉的改良版，肥而不腻。咬下去之后，嘴巴里会快速充满香甜油润的感觉，就它那个淡淡的果香和油香会很快传到你的身喉，就是很想让人刨饭。真的是樱桃肉，它那个脂肪里面会有樱桃的味道。来一碗老成都蛋炒饭吧。蛋炒饭配红烧肉，我早就想这样吃了。就算你吃腻了，到四川真的很推荐你来一份四川豌豆丁儿，贼拉香。很想念成都的豌豆面。
然后放在最后这个压轴的菜，是我对他们家最大的期待。麻婆鲍鱼，一整只大鲍鱼。我总结一下，他们家最好吃的2道菜，一个是红烧肉，一个就是鲍鱼。豆腐用的是老式的卤水豆腐，我还挺喜欢那个卤水味儿。刚杀的鲍鱼吃起来其实很脆，鲍鱼和肉末做这个豆腐的臊子，再加上那个味儿特别冲的豆瓣儿，特别的下饭。他们家那个豆瓣儿真的很香，它那个豆瓣甚至有种泡椒的风味，川菜真的很好，太想吃碳水了。最后的甜品是杨枝甘露，和传统广式的还有点不一样，它有点像玉米糊糊，但是特别解腻。这家店其实很适合想在安静的氛围里体验没有那么大的川菜的人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